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想从德语媒体的角度来给大家说说南海问题，以及德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在南海问题中如何选边站队。大家没有听错啊，德国人把自己定位为经济强国、军事大国，而且德国认为自己是美国以及日本的盟友。接下来，德国想在军事上与菲律宾结成联盟。再介绍一下背景。牵涉到南海，肯定会涉及到台湾。德国媒体与其他西方国家媒体，我认为都差不多，就是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就叫台湾。一般他们不说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我发现德语媒体呢，就是想把台湾与中国划清界限，所以只说台湾，而且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诡异的是，这个世界上只有12个名不经传的鼻屎小国与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与台湾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他们是承认中华民国代表的中国啊，这点我觉得大家特别弄清楚。你看，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等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可是他们的媒体却说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就是特别可笑诡异的地方。另外，我都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迷之自信，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强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是对的啊，因为目前德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但是说自己是军事大国，我就有点不太同意了。你说嘛，德国自己军事都没有独立，对不对？而且被美国驻军，北溪输气管被炸了，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称自己是军事大国。还有，不管是上届还是这届德国国防部长，都有非常大的军事野心。另外，自信心爆棚。比如上届德国国防部长就派出了军舰到南海地区游移，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南海的航行自由。这届德国国防部长也一样，要派出一艘护卫舰以及一艘补给舰到南海以及东海去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好，介绍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说本期节目啊。本期节目主要是从德国国家电视2台一档节目来说。这档节目呢，像一个综合性的军事和政治栏目吧。它的题目就是“南海的权力斗争还能阻挡中国吗？”这是一档大概30多分钟的节目，有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2名驻华的女记者，还有请了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是谁呢？是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中国研究中心是上了中国制裁黑名单的，这是一个极度反华的一个组织，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才上中国黑名单呀，对不对？所以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他的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说，这档栏目是妥妥的把中国妖魔化的一个栏目。以前我也说过，德国媒体，特别是德国电视2台，他们报道中国的时候，一般都是负面的，而且里面夹杂着很多假新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外交部门对西方记者派驻中国这个签证问题，好像管控的不是特别严。只要你每天打开德国的媒体，就可以发现啊，所有驻华记者没有例外，他们报道的东西非常的负面。刚才说了啊，有很多不实的新闻，也就是假新闻。那为什么中国有关部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比如说从法律角度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档节目中2位驻华的女记者，她们说的东西，我认为啊，就是极度与中国为敌的。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档栏目的大意啊。它的题目就是中国海的权力斗争还能阻挡中国吗？在德语词中，中国海其实包括2个，一个是南海，另外一个是东海。南海是最重要的贸易线路之一，来自北京的威胁正在加剧。你看用什么词？来自北京的威胁。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中国海冲突，德国如何被卷入，以及德国会受到什么威胁？你看他们是怎么用词的？南海冲突愈演愈烈，中国与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越来越频繁。图像显示，中国民用船只损坏了菲律宾船只，还打伤了菲律宾渔民。
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国防部长宣称中国是该地区和平的最大破坏者。北京声称几乎拥有整个南海。这档节目当中还提到什么10段线、9段线，说中国有历史事实，比如说800年前中国的渔民就在南海在东海捕鱼了，特别是在南海，所以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德国电视2台没有提到，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代表那个中华民国，都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对吧？但是这档栏目没有提到，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他们都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而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这档栏目说德国现在希望在这场国际冲突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在这里我还提一下，这档栏目专门请了一个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所谓中国专家出来说话，他咄咄逼人的说因为德国是个经济强国，又是个军事大国，又加上呢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德国完全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介入南海冲突，在南海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派出巴登符腾堡护卫舰穿越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海峡，伴随它的是法兰克福补给舰。就在几周前，德国国防部长就强调，德国希望在该地区更加活跃，还计划与菲律宾签署军事协议。德国电视2台的女记者甚至呢到了菲律宾、台湾以及日本。比如说在菲律宾，德国女记者甚至与渔民一起坐着菲律宾渔民的又破又小的渔船出海去观察，去进行现场报道。这个船如此之小，以致船上连个厕所都没有。德国女记者说，在船上他们待了好像36个小时吧，不知道德国女人他们内急了怎么解决这个个人问题。当然这个栏目没有细说大家开动自己的脑洞去想想看，坐在这样一艘又破又小的菲律宾的渔船上，有菲律宾的男人，他们这德国女人是如何如厕的呢？然后德国电视2台介绍了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尽管签署了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中国人声称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也对部分海域拥有主权。里面还提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6年宣布中国的部分主张不合法，不过北京方面并不承认这一判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美国自己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公约。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每个沿岸国家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南海和东海由于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比如说天然气石油，又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贸易航道，所以被认为是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的。德国电视2台继续说，要与周围的国家结成联盟来对抗中国。前面说了与所有德国以及西方媒体一样，德国电视2台也声称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说为了抵御中国的侵略，台湾和菲律宾等沿海小国与某大国，在这里当然是美国了，结成联盟。该国向两国保证，一旦发生袭击，该国将提供支持。日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也支持菲律宾。两国自今年，也就是2024年7月起，可以互派军队，也就是说，日本的军队可以派驻到菲律宾，菲律宾的军队也可以进驻日本。另外，美国和日本严厉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旨在重塑国际秩序，以利于自身利益，但是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由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4国集团指责中国企图恐吓周围国家，并呼吁建立一个自由的太平洋。该国家集团旨在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德国电视2台这档栏目从各个方面说明了这些年来中国如何在南海以及东海还有台湾海峡如何咄咄逼人，以侵略者的姿态来对待比如说像台湾和菲律宾这样的所谓国家。这档栏目请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那位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从外表看她有黑人血统，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一个30多岁的人可能连中文都不会，她是如何成为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呢？这我都觉得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她信誓旦旦地说
德国是个经济强国，是个军事大国。另外他说，因为德国是经济强国，所以中国特别依赖德国，所以德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实力地位来与中国打交道。德国应该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东海的航行自由。所以说，德国国防部长现在派出一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到东海呀、到南海去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这大概是整个德国电视2台这档节目的中心思想。介绍完了这档节目中心思想，我们来看看德国网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德国与中国相差1万公里，真的与中国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冲突，可是从过去以及现在德国的表现来看，真的处处有与中国为敌，要与中国撇清关系的这种趋势。做一个聪明的国家领导人，其实德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德国与中国步步为营，而且现在死抱着美国大腿，然后呢又想联合日本，甚至联合菲律宾与中国作对，对德国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我真的不理解。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弱智的啊。那么德国网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些网友评论。我们看第一条评论：我爷爷1930年在南海，现在那里属于我的了。我们往下看，青岛曾经是德国殖民地，啤酒厂至今仍是见证。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们也应该收回它。下条评论：检视一下与中国的关系吧，并在欧洲背景下重新做出调整。好，继续往下。第13分钟，现在你们知道了，在中国南海的某个地方来捍卫德国主权，但不是在德国或其关键基础设施，如北溪输气管，听起来很像殖民政策 2.0。 看下条评论。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说，德国不需要中国，中国依赖于德国。听到这句话我就换台了。我们看下条评论。应该讨论德国军队在南海干什么，以及与美国人在这里策划了什么地缘政治乱局。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我们德国毫无战斗力的海军与护卫舰一起出现时，中国肯定会感到害怕。下条评论。3个女人，3个专家，他们一定了如指掌。下条评论。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我个人认为我们没有瑞士那样的选项。如果我们真正尊重我们宪法的价值观，中立是行不通的，但这一切都很可悲。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我们人类可以消除如此多的苦难。我们继续往下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被选出来的专家对上述国家的政治、外交和经济一无所知。下条评论。到底德国是美国的走狗，还是自愿干这种蠢事？继续往下看。欧洲对太阳能设备的补贴几乎全部流向了中国，这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补贴。总的来说，必须禁止那些最终流入第三国，从而削弱我们本国产业的补贴。下条评论。为什么在墨西哥、中国、伊朗没有军事基地，但在这些国家的边境到处都是美国、北约的军事基地？我们看下条评论。这位应该是中国人，他说这个话题太复杂，不是几百字就能概括的。南海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你们真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们自己应该去做做功课，搜索双方的消息来源，不要根据这些强迫付费的广播电视台做出草率的判断。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我们德国人必须摆脱中国，在德国我们生产自己的产品。看下条评论。天哪，好像中国会被一艘德国军舰吓尿一样。下条评论。南海与我们毫无关系，那不是我们的冲突。我们继续往下。英国人还经常在西班牙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声称拥有直布罗陀周围3英里海域。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直布罗陀只是西班牙海岸线外的一块岩石，当然西班牙也声称拥有自己的3英里海域。下一条评论，中国已经在14个太平洋国家中的10个站稳了脚跟，萨摩亚、汤加、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斐济、米克罗尼西亚。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总是想要更多。他们应该努力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直到最边远的地方，足够他们忙的。下一条评论，于是这位网友跟贴到，北约以及美国也一样。我们往下看，德国对中国及其外交政策很感兴趣，但当希腊与土耳其起冲突时，德国最初并不为所动，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下一条评论，对地缘政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想要介入其中，总是那么迷之自信。我们看下条评论，德国那艘护卫舰在中国南海干嘛？下一条评论，这关德国屁事。我们继续往下，我觉得德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我们看下条评论，我真的认为这种介入别人事务的政策根本不是好办法。下一条评论，公平地说，台湾也声称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我们看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贴到，你胡说八道。这位网友也跟贴到，美国在台湾旁边的一个岛上有一个军事基地，就像在中国周边的所有岛屿上有美军基地一样。我们看下条评论，德国突然关心菲律宾渔民了。下条评论，太蠢了，正因为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疯狂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往来，所以才会有大量船只通过台湾海峡。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德国用1艘船展示实力，笑死人呢。下条评论，我们德国的经济很强，中国的经济很弱，那个小女孩在说什么呢？下条评论，问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只将台湾岛定义为经济特区，因此台湾只享有特殊的贸易优惠，因此即使台湾像香港一样被单独对待，台湾也属于中国。下条评论，德国无处不在，因为美国爸爸喜欢这样。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吧，这些主持人太不专业了，笑死人。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你们觉得德国对自己的国家定位有没有问题？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请在下面留言。